佛门里有一部极其罕见，甚至在过去只有深山禅僧在修持不净观时才会翻阅的经典，叫《治禅病秘要经》。里面记载了一段让现代人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意象。经书里说，我们的身体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那是什么呢？那是一座巨大的活生生的虫巢。2000多年前，佛陀用他那双能洞察微尘的慧眼望向弟子的肉身，然后淡淡地吐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84000护虫。朋友们注意啊，佛经里用的词不是支，也不是条，而是护。一护就意味着一个家庭，一个庞大的族群。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2000多年前古人在缺乏医学常识的情况下，对疾病或者寄生虫的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夸张想象，甚至会说，这不过是宗教用来吓唬人，让人产生恐惧的隐喻。如果你真这么想，那就太小看古人的智慧，也太小看这个宇宙的玄妙了。一直以来，这个84000虫的说法一直像一个封印在藏经阁深处的谜题。直到近代，当西方科学家们第一次发明了高倍显微镜，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人类自己的血液、肠道和皮肤表层时，那些围在显微镜前的医学泰斗们全都被眼前的画面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看到在人类的肠道里密密麻麻地蠕动着的微生物与细菌。科学家们经过计算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我们这具身体里属于人类自己的细胞，其实只占了不到30%，剩下的70%全都是密密麻麻、无法计数的异类生命。这就很有意思了。2000多年前，没有显微镜，没有解剖学，没有现代生物学，那位坐在菩提树下的觉者究竟是怎么穿透这层厚厚的肚皮，看到这幅连现代人看了都会头皮发麻的微观奇景的？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佛陀在经书里甚至给这些虫分门别类，连它们的形态、平日里在身体哪个部位活动、靠吃什么为生都写得清清楚楚。比如有一种虫叫煞尾虫，专门在脏腑的末端聚集；有一种虫叫绒毛虫，像细丝一样编织在你的发丝与皮肤之间。当你对照着现代微生物学的图谱去翻阅这些古老的梵文经典时，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乱感。你甚至会怀疑，这到底是一部宗教的修行指南，还是一份来自高等文明的微观医学报告？可佛陀当年为什么要跟弟子们说这些呢？难道只是为了给他们上一堂微观生物课吗？还是说，这些在我们体内疯狂蠕动、与我们同生共死的84000众生，其实隐藏着一个关于我们命运、关于因果，甚至关于你到底是谁的惊天秘密？在这场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我们往往为了名利奔波，为了执着而痛苦，却忘了回头看看自己这具肉身。既然你我有缘在这茫茫网络中相遇，这本身就是一种极深的因缘福报。看到这里的长者朋友们，不妨先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愿家人平安健康，身体清净无病苦。这不仅是给你和家人的一个善愿，也是对你体内那84000个日夜陪伴你的生命送去的一份第一声慈悲的问候。相信这份善念冥冥之中定能为你凝聚福气，消灾解厄。好了，下面请静下心来。既然显微镜已经证实了佛陀所言非虚，那么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既然身体里70%都是这些虫子，那么此时此刻，那个正坐在屏幕前用眼睛看着这段文字，脑子里正飘过无数念头的你，到底是谁？我们常说一句话：我的身体我做主。你想抬手，手就抬起来；你想吃面，脚就往面馆走。你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具身体的最高统治者，可事实比你想的复杂得多。2战期间，国际上发生过一件非常诡异的医疗公案。
有些在战场上受了重伤，不得不切除大段肠道的士兵，在手术出院后，性格突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本一个温和、内向，甚至有点懦弱的人，突然变得暴躁易怒，甚至酗酒成性。而有些原本视甜如命的人，术后一看到糖果，居然恶心作呕。那时候的医生百思不得其解，切除的明明是肚子里消化食物的肠子，又没有动脑子，怎么连魂儿都像换了一个人？这个谜题直到最近这些年，医学界提出一个叫脑肠轴的科学概念时，才真相大白。科学家们震惊地发现，我们肚子里那群密密麻麻的微生物，也就是佛陀说的84000虫，它们可不是白吃白住的房客，它们不仅有自己的生存意愿，甚至还能通过分泌各种神经递质，直接顺着迷走神经向你的大脑传递信号。简单来说，它们能操控你的情绪和欲望。比如，当你今天工作累了，坐在沙发上，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极其强烈的念头：不行，我今天必须吃一块高热量的巧克力蛋糕，否则我今晚就活不下去了。你以为这个强烈的渴望是你自己发出来的吗？不，在微观世界里，真相可能是这样的：你体内的某一种坏血酸菌或者嗜糖菌，它们的家族正面临断粮的危机。为了活下去，它们集体分泌了一种化学信号，刺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接收到这个信号，翻译出来就变成了你脑海中的那句“我想吃甜食”。你眼巴巴地跑去买蛋糕，大口大口地咽下去，觉得满足无比。你以为你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其实你不过是沦为了体内亿万只恶虫的提线木偶。你在用你的血肉之躯去喂养他们的贪婪。这就是大乘显密经典里为什么反反复复告诫我们要去修持无我，甚至去修持最震撼的无常观与不净观的原因。凡夫最大的可怜就在于这个我执太重，我们把这具皮囊当成宝贝，为了它的享受去争抢，去生气，去嫉妒。你以为你拥有一具完美、干净、恒常不变的身体，但在佛家无常观的显微镜下，这具身体无时无刻不在走向败坏与变异。在不净观的照见下，它掀开外表那一层薄薄的皮肤，里面其实是一个正在时刻发生着诸虫生老病死、新陈代谢、排泄繁殖的温床。你一辈子在为他们做牛做马，满足他们的各种习气，却自始至终连这个身体的真主人是谁都没弄明白。佛经大智度论里讲过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公案，说有一个行路人晚上错过了客栈，只能借宿在一间荒凉的空屋里。半夜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一个面目狰狞的大鬼，背着一具刚死不久的尸体。紧接着又跟进来一个小鬼，两个鬼一见面就为了争夺这具尸体该归谁吃而大打出手。最后他们发现旁边站着个活人，大鬼就指着行路人说：“你来作证，这尸体是谁先抬进来的？”这路人吓得浑身发抖，但他想，出家人不打妄语，修行人不欺暗示，于是便如实说是大鬼先抬进来的。小鬼一听大怒，冲上去就把这个行路人的手臂给撕了下来，塞进嘴里吃了。大鬼觉得过意不去，顺手从那具死尸身上撕下一条手臂，安在了行路人的伤口上。小鬼不服气，接着撕路人的大腿躯干，大鬼就不断地用死尸的部位去补，折腾到天亮。两个鬼吃饱喝足，拍拍屁股走了，只留下那个行路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看着自己完好无损的身体，陷入了巨大的茫然和恐怖中。他想，我昨晚明明看着自己的手脚都被鬼吃光了，那现在这具身体到底是谁的？如果这是别人的身体，那我又在哪儿呢？朋友们，这个公案听起来像个荒诞的神话，
可仔细想想，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宿命吗？这就是最极致的不敬与无常。你体内的细胞每天都在成百上千亿的死去，每天又有无数的细菌和新细胞在诞生。现在的你早已不是10年前的你。这具由84000户虫共同编织、拼凑起来的肉身，就像那具在深夜里被无数微观生命不断蚕食又不断修补的死尸。我们在这个肉身客栈里借宿了几十年，却误以为这就是永恒。可如果这具身体只是一个由无量众生组成的业力结合体，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它就完全束手无策，只能任由体内的欲望和这些恶虫摆布，最后一起走向腐烂和毁灭呢？别急，佛陀既然揭示了底牌，就绝不是为了让我们悲观绝望。在这个充满看似无解的肉身迷宫里，其实隐藏着一个极其隐秘的惊天逆转法则。你可能无法想象，你体内这84000户虫，它们的命运其实和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死死地捆绑在一起。你动一个善念，它们是这个结局；你动一个恶念，它们又是另一个结局。这就涉及到了佛法里最精微、最震撼的因果微观划线。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坏习惯，在身体内部究竟是怎样变成一场对微观众生的血腥屠杀和因果报应的呢？很多人平时总觉得因果这2个字太宏大太遥远，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很多人听了总觉得那是死后的事，或者是下辈子的账。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所以过日子的时候该熬夜还熬夜，该暴饮暴食还暴饮暴食，生起气来更是恨不得把房顶给掀了。可你不知道的是，因果这门宇宙最严厉的律法，其实根本不需要等到来生。就在此时此刻，在你那层薄薄的皮囊底下，在那个由84000户虫组成的微观世界里，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次放纵，都在以一种堪称恐怖的速度，瞬间划线出对应的果报。就拿现代人最常见的生气来说吧，你可能觉得生气嘛，不过就是心里不痛快，骂2句脏话，摔个杯子，发泄出来就好了。可你站在体内那群虫子的视角看一看，那完全是一场毁天灭地的世界末日。现代新生医学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人在极度愤怒、焦虑或者升起强烈嗔恨心的时候，身体在几秒钟之内就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和压力荷尔蒙。这些毒素顺着血液，就像一泼带着剧毒的强酸，瞬间浇灌到你的脏腑和肠道里。那些平日里辛辛苦苦帮你消化食物、维持免疫系统平衡的益生菌，也就是佛经里呵护你身体的善虫，在这一波毒素的冲刷下，成百上千亿的瞬间窒息，成篇成篇的死亡。这就叫微观层面的杀生。你因为外面的一个人、一件事动了一念嗔恨，结果却在自己的身体里引发了一场针对千万亿无辜生命的血腥屠杀。而更糟糕的是，那些生命力极其顽强，专门靠吸食毒素和腐败物质为生的有害菌，也就是佛陀说的恶虫，他们最喜欢的恰恰就是你愤怒、焦虑时分泌的这些毒素。他们在剧毒中疯狂的狂欢、繁衍，争先恐后的蚕食你原本健康的细胞。佛法讲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你的心念就是这个微观宇宙的太阳和气候。你若一念慈悲，心平气和，你体内的微观生态就是春暖花开，善虫安居乐业，它们自然而然会变成守护你肉身的护法神。你若一念嗔恨、暴躁贪婪，你体内的世界就是火山爆发，毒雾漫天，恶虫自然变得疯长，开始疯狂地啃噬你的骨髓与脏腑。
你体内的这84000众生究竟是在向你报恩，还是在向你抱怨？其实全在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里。除了起心动念，还有我们的口腹之欲。很多人贪图口舌之快，喜欢吃那些极其重口味、油腻，甚至是不干净的食物，甚至酗酒无度。你以为你只是在满足自己的舌头，可当这些东西顺着食道落进胃里的时候，对于肠胃里的菌群来说，就相当于在一座清净的城池里倒进了无穷无尽的垃圾。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你的身体为了自救，只能不断地透支原本用来维持寿命的精气神。那些因为你的放纵而变异、疯长的恶虫，就会开始在你的体内占山为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现代人年纪轻轻就莫名其妙地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慢性病，去医院查，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能说是免疫系统失调。什么叫免疫系统失调？用佛法的话来说，就是你平日里用错误的念头和生活习惯，亲自把身体里的善虫给杀光了，把恶虫给喂饱了。现在他们带着无穷的怨气和贪婪，开始在这个千疮百孔的身体里所在，抱怨了。这难道不是最现前、最直观的因果报应吗？然而，大乘佛法最绝妙、最慈悲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因果面前感到绝望和恐惧。相反，佛陀在揭示了这个残酷的微观真相之后，其实悄悄给我们留下了一把能够彻底反败为胜的钥匙。这把钥匙能让你在不伤害任何一个微观生命的前提下，把体内所有的恶虫化解，把整个身体变成一个极其清净的修行道场。这就涉及到大乘佛教里最不可思议的终极慈悲，是愿亲平等，是同体大悲。如果你能把那双傲慢的凡夫肉眼换成佛菩萨的慧眼，你就会明白，此时此刻正在你体内疯狂折磨你，让你发炎，让你痛苦的那些所谓的恶虫、细菌，他们在无量劫的轮回里，其实也曾做过你的父母，做过你的至亲骨肉，只是因为业力的牵引，这一生他们患上了丑陋而微小的躯壳，带着满身的贪嗔痴，恰好寄居在了你的这具肉身客栈里。他们之所以折磨你，是因为他们也活在饥饿、恐惧和无明之中，只能本能地为了生存去抢夺、去啃噬。如果你用怨恨的心去对待他们，用剧烈的药物去毒杀他们，在微观的世界里，那就是在你的肚子里建造了一座无间地狱。纵然你用药物暂时把他们压制下去了，那千万亿微观众生在临死前产生的巨大嗔恨心和怨气，依然会死死地锁在你的细胞里。等药效一过，更凶猛的报复、更怪异的疾病就会卷土重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法师常说，病是治不好的，病只能和解。大乘佛法里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法门，很多真正有大修行的老和尚一辈子不怎么生病，哪怕偶尔四大不调，他们也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会坐在禅堂里微微闭上眼睛，把心意识沉入到自己的肚子里，去跟体内的84000众生对话。这听起来是不是像天方夜谭？但这是真正的菩提心在微观层面的显现。当年药师如来发下12大愿，要消除一切众生的病苦。其实这个法门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就能修。怎么修？就从你每天最稀松平常的吃饭开始。大部分人吃饭那叫为欲望，看到好吃的就狼吞虎咽，一味地满足自己的舌头。但一个真正觉悟的修行人，当他端起饭碗的那一刻，他会合掌观想，我今天这口饭不是为了这具虚妄的皮囊在贪图享受，而是为了施食给我体内这84000户虫。在《佛说12头陀经》和5分律里，其实都有过类似的观想方法。
出家人过堂吃饭，吃第一口愿断一切恶，吃第二口愿修一切善，吃第三口誓度一切众生。你端着这碗饭，在心里默默地对肚子里的众生说：我体内的84000众生，你们日夜陪伴着我，委屈你们寄居在这具不净的身体里。今天我吃下的每一口清净素食，都是我供养给你们的无上法食。希望你们吃饱喝足之后，不要再互相残杀，也不要再啃噬这具肉身。咱们一起借着这个身体清净无病，精进修行。你看，当你把吃饭的念头这么轻轻一转，原本一件属于凡夫贪图口腹之欲的俗事，是不是瞬间就变成了一场功德无量的微观施食法会？你不再是一个自私的房东，你变成了一个慈悲的导师。不光是吃饭，当你生病吃药的时候，你也不要带着怨恨。你拿着药片或者那一碗苦涩的中药，你在心里对那些病菌说：我知道你们在里面很痛苦，生病也不是你们的本意。这碗药下去是为了调和这个客栈的环境，不是为了赶尽杀绝。我愿以此吃药的功德回向给你们，愿你们借助药力消除业障，往生善道。更有甚至，当你每天念佛诵经打坐的时候，你不要总想着我要为我自己求福报，你要把格局放大。你坐在那里，双腿一盘，双手结印，闭上眼睛，那时候你就是这个微观宇宙里的佛。你发出的每一声阿弥陀佛，你念出的每一句金刚经，那梵音和佛光的波动都会化作最慈悲的能量，瞬间传遍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你体内的那84000户虫，他们没有机会去寺庙听经，他们也没有福报去翻阅大藏经，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得度因缘，就全指望着你这个宿主了。当你在那里虔诚念佛的时候，对于你大肠里、皮肤上、血液里的那些无量众生来说，那就是天降甘露，那就是佛光普照。他们在你的体内跟着你一起听经，跟着你一起闻法，久而久之，他们身上的野蛮、嗔恨和贪婪就会被佛号洗涤干净。这就叫心王遇诸虫。朋友们，这才是真正的同体大悲呀！我们每天在佛前发愿，喊着口号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可如果连你自己肚子里朝夕相处，用你的血肉养活的这84000个众生，你都包容不下，你天天用嗔恨心去对待他们，用抗生素去毒杀他们，那你又凭什么去度化外面的无边众生呢？修行从来不是一件高高在上的事情，修慈悲心就从善待度化你身体里这84000户最微小的亲人开始。只要你懂得了这个秘密，把怨恨换成慈悲，把对抗换成和解，你体内的微观生态就会发生惊天逆转。那些原本折磨你的恶虫，会在佛法的感化下渐渐蜕变成护持你身体的善虫法侣，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清净祥和，远离病苦。好了，听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这具肉身的底牌彻底掀开了。我们从微观医学看到了体内的微生物帝国，从不净观和无常观里破除了我执，又从微观因果里找到了用菩提心度化诸虫的无上妙法。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了。既然这具身体本质上只是一个无常的虫巢，是一个4大假合的客栈，我们生带不来，死带不走，甚至连生病、吃甜食的欲望都是虫子在操控。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自己这具肉身？大乘佛法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借假修真，这4个字价值千金。如果你今天能把这2个字听懂、悟透，那你这辈子的命运可就真的要改写了。什么叫借假修真？没错，这具由84000户虫拼凑起来的身体确实是假的，它无时无刻不再走向衰老，无时无刻不再走向败坏。等过几十年，
那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不管你生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倾国倾城的美女，最后都得化作一缕青烟，或者一鞍子黄土。在宏观的宇宙时间长河里，这具肉身的存在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你别忘了，它虽然是假的，可此时此刻，你想要证悟那个不生不灭、永恒常在的真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自性佛，在这个尘世间，你唯一能依靠的工具，也恰恰就是这具皮囊。这就好比一艘破旧的、到处在漏水，甚至船板上长满了白蚁的木船。这艘船好不好看？不好看，甚至有点脏。它会不会坏？早晚会散架。但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正身处在一片波涛汹涌、看不到边际的苦海大洋之中，而这艘破木船是你手边唯一能够抓到的东西，请问你是要嫌弃它脏，嫌弃它长了白蚁，一脚把它踹开，任由自己淹死在海里，还是紧紧地抱住它，拼了命的划桨，赶在它彻底散架之前，借着它的浮力，成功登上开满彼岸之花的解脱陆地？答案不言而喻，这具身体就是你的渡海之舟啊！哪怕它是个虫巢，哪怕它充满了不敬与无常，但佛经里反反复复强调一件事儿：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在六道轮回里，天人太快乐了，根本想不起修行；地狱、恶鬼、畜生太痛苦，太愚痴了，没有能力修行。唯独我们人类，半苦半乐，既尝到了人间的烟火与无奈，又有足够的智慧去听闻佛法，去觉悟自心。你想想看，你体内的那84000户虫，他们这一生只有虫子的福报，他们唯一的解脱指望就在你身上。如果你自暴自弃，把这艘船弄沉了，你不仅断了自己的修行慧命，也顺带着把体内那无量无边的无辜众生重新推进了万劫不复的轮回深渊。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残忍和愚痴吗？所以真正觉悟的人从不嫌弃自己的身体，但也绝不溺爱它。他们对待身体的态度，用4个字形容最为贴切：借用、善待。既然我们要借用这艘船，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既照顾好体内的84000众生，又能让这艘船稳稳当当地载着我们驶向彼岸呢？其实老祖宗和佛陀早就把极其高明、极具实用意义的生活解脱指南双手奉献给我们了。第一步就是从行为上践行戒杀吃素与清心寡欲。当你选择吃素的时候，你在宏观上断绝了与外界众生的杀业怨结，而在微观上清净的素食、五谷杂粮，恰恰是体内那些善虫，那些有益菌最喜欢的养分。这就相当于你在改善这艘船的环境，让城池里的善良百姓安居乐业。而当你减少贪欲，不再熬夜，不再为了名利斤斤计较的时候，你的大脑和内脏就会停止分泌那些嗔恨的毒素，你体内的微观宇宙从此不再有火山爆发和毒雾弥漫，取而代之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第二步是佛家常说的修行法门：清静作息与适当的断食。很多人不知道，佛制里有一条叫过午不食。现代医学研究肠道自噬机制时惊讶地发现，当人类的肠胃保持适度的空腹状态时，体内的免疫细胞和有益菌会启动一种大扫除机制，去吞噬、清理那些衰老的细胞和有害的坏菌。你看，佛陀在2000多年前定下的戒律，表面上是帮你去除对食物的执着，而在微观层面上，那是在给体内的善虫减轻负担，在帮你清理这具皮囊客栈里的垃圾啊。修行从来都不是悬在半空中的玄学，它就落实于你的每一顿饭、每一次早睡、每一念慈悲之中。好了，
今天跟各位聊了这么多，此时此刻，你的心里有没有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感与慈悲心？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你不要觉得自己渺小，也不要觉得自己孤独。此时此刻，你坐在椅子上，你就是主宰你体内无量大千世界的佛。你过得好不好？你过得清不清净？你开不开心？决定了你体内百兆众生的生生死死。照顾好当下的身与心，就是对整个微观宇宙最大的慈悲，也是你此生最了不起的功德。今天能一起把这段漫长的微观生命之旅听到这里的朋友，我相信你们绝对是跟佛法有着极深宿世因缘的大福报之人。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哪怕有一句话触动了你，让你对生命有了一点点不一样的思考，或者对你的生活有一点点实用的帮助，我在这里随喜大家的功德，也请大家动动随喜发财的小手，给今天的这期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如果你能把这段引人深思的内容分享热推给你身边那些经常熬夜、经常生气，或者正饱受病苦折磨的亲人朋友，那你当下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法布施。你的一键分享，冥冥之中可能就唤醒了另一个迷茫的灵魂，救度了另一个微观的宇宙。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心中所感，无论是你的故事还是你的感悟，我都会在屏幕后默默为你祝福。愿我们都能借着这具因缘和合的肉身渡口，善待体内84000众生，借假修真，心无病苦，意不颠倒，最终在这无常的人间活出最圆满、最清净的觉悟人生。阿弥陀佛，随喜布施。我们下一期因缘成熟，再见。